嘿，种族模组 2.0 它来了！去年10月份我介绍过一个给 MC 添加9个种族的模组，有潜影族、末影族、异人族等等，每个种族都有特殊的能力。今天带来的则是这个模组的扩展版本——生物种族模组。这个模组添加了8种游戏中的生物种族，像幻魔者、史莱姆女巫等等，同样是带有各种不同的能力。接下来请看模组介绍。 和原来那个模组一样，在开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种族选择的列表，部分是之前介绍过的异人种族，还有的是今天要介绍的生物种族。不过由于这个扩展的部分刚发布5天，还在不断的更新中，所以还没有中文翻译，大家就直接看演示吧。另外，小伙伴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给各个种族打分，看看哪个种族更受欢迎。 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模组，你们注意看我的手臂是不是绿油油的，还带一点小透明？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种族就是史莱姆族。小伙子头发颜色挺危险。史莱姆族除了会不停的弹跳，而且不会受到衰落伤害之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：当身体下方的蓄力条满了之后，可以召唤一只小史莱姆。不过召唤这个史莱姆会扣除自己的3点生命值。召唤出来的这个史莱姆是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战斗的。不过作者的设计貌似出了一点漏洞，就是如果我们自己靠近史莱姆的话，也会被打到。但是这个模组才发布了5天，所以后期应该是会修复的。 那么下面一个种族，女巫种族。女巫种族的技能是根据当前的情况触发不同的药水效果，并且使用药水有双倍的时间。在我们不动、走路或者跑步的时候，使用技能会给我们一个加速的效果；而当我们泡在水里的时候，使用技能会给我们一个水下呼吸的效果。如果在着火的时候使用技能，则会给我们一个抗火的效果。 生命较低的时候使用技能，则会给我们一个生命回复的效果。我个人感觉这个女巫的技能真的超好用，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那就是当女巫的时候会被村民们讨厌。一靠近村庄，这个铁傀儡就会主动殴打我们，并且我们还没有办法和村民进行交易。不过作为一个反派势力，在灾厄村民这边就比较受欢迎了，不管怎么打他，他都不会还手。那我们下面的这个种族是幻魔者，幻魔者和女巫一样是会被村民讨厌的。 然后它还有一个攻击技能，就是释放幻魔者的尖牙。除此之外，它在使用复活图腾的时候，会有10%的几率不消耗这个图腾。下面一位选手比较好猜，你们看我身体微微颤抖样子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火云邪神的种族。选择这个种族的出生点就会被设定在地狱，并且在岩浆上有很高的移动速度，只不过上了岸之后，移动速度就会变得很慢。 然后火云邪神是怕水的，就像普通的生物是怕火的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设定，就是火云邪神这个种族是可以被其他玩家骑的，不过头上的玩家并不能控制前进的方向，只能由屁股底下的火云邪神玩家来控制。甚至我们还可以像这样子叠罗汉，火云邪神玩家再骑一只火云邪神。 那么下面一位选手和火云邪神完全相反，那就是守卫者。守卫者是只能在水里面呼吸的，一旦我们的身体露出了水面，氧气值就会不断下降。守卫者还可以像在岸上一样，以很快的速度挖掘方块，并且还会有一个荆棘效果，可以反伤别的生物。如果我们和远古守卫者反目成仇，将他击杀的话，我们就也可以进化成远古守卫者了。远古守卫者有更强的技能，一个是可以释放一团可以造成挖掘疲劳的迷雾。 还有一个就是更强的荆棘效果。那么下面一位血傀儡种族，走过的地方会变成雪地，自己就是一台无限刷血机，并且它丢出去的雪球是可以造成伤害的。血傀儡会在炎热的地方或者是在水里受到伤害。下面一位是狼人，狼人驯服的狼属性更强，并且在夜晚的时候，狼人自身的属性会大幅度提升，血量也会从白天的8颗星变回10颗星。 不过也有一个限制，就是狼人只能吃肉，不能吃素。最后一位蜜蜂种族，当蜜蜂种族的附近有很多花时，它会获得一个生命回复的效果。它的主动技能则是获得一个缓降效果，在紧急时刻有妙用。然后它的血量只有8颗星，并且是不能吃肉的，用拳头打人还可以造成中毒效果。 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模组的全部内容了。这个模组正在不断更新中，后续应该会更新出更多新的生物。你更喜欢里面的哪种生物呢？可以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哦。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那个9种职业的视频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